最近咧睇連登好多 post 喺度講自駕遊，討論香港人喺外地嘅駕駛態度。嗱，我唔敢講我喺好多地方都揸過車，但我相信咧有唔少經驗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講明先啦，呢個唔係日本自駕遊嘅攻略，唔會教你邊間租車公司最抵。咁但係如果你想了解下作為一個新手司機、雪藏牌或者係第一次租車自駕，喺駕駛實戰方面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有啲乜嘢係學車嘅時候師傅未必有教，有啲咩做多少少係可以避免發生交通意外嘅呢？咁今集咧就會整合我平時揸車啊或者係自駕遊嘅一啲少少心得。咁睇完今集嘅內容，希望至少會令到你租車去玩嘅時候更加安心同埋安全。咁首先第一樣要講嘅咧就係熟習你嘅車嘅運作啦。咁當你 check 完架車，做好晒所有收車嘅程序之後，有啲乜嘢首先要做嘅呢？咁可能你喺香港從來都冇揸過師傅以外架 PSC 嘅，咁唔緊要嘅，因為每一架車嘅設計啊擺位都唔一樣，千祈唔好怕樣衰，唔好怕攞，好正常。即係你啱啱接觸嗰架車，唔好心急咁，乜都未睇就即刻揸走架車。咁有幾樣嘢都係好重要，一上車最好穩定喺邊先嘅。第一樣嘢就係 handbrake 啦。咁以前學車以我為例啦，揸 Hiace 嘅，咁啊用傳統嘅機械式 handbrake。咁但係而家出去租車咧，可能都係俾一啲比較新嘅車嚟，咁可能已經轉咗用電子手掣，咁啊用一個好簡單一個剔嘅電掣嚟取代。咁但係有可能咧，你租日本車嘅話，俾呢嗰架車咧係用一個腳掣，咁啊揾唔到亦都唔緊要，咁即刻揾人去問咯。咁第二樣咧就係油箱蓋啦。首先你要喺你嘅標板揾咗你個油箱蓋喺邊一邊先啦。咁無謂你去到油站先發現原來自己泊錯邊啊嘛。咁另一樣咧，你就要清楚呢架車究竟係入咩油啦？究竟係入柴油定係入普通汽油呢？咁通常我印象中喺日本租車嘅話，其實佢已經貼晒話俾你聽。咁同埋你要知道究竟點樣入油嘅呢？因為唔同車有唔同嘅入油方法。譬如有啲日本車可能你係要個軚盤下面有粒掣，你要啪啪啦，或者喺個地氈位又有個掣嘅，先至會開到油箱蓋。咁又或者如果好似我而家揸緊架車咁，撳一撳，咁佢就會自己彈開就可以入油噶啦。咁啊入錯油呢，可以真係好大鑊嘅，要死車啊，又要賠錢。咁你成個行程基本上就當日已經唔使玩，你一定記得千祈唔好入錯油。咁另外亦都好重要咧，就係你要清楚頭燈啦、水撥係點開，你冇理由等到天黑突然間落大雨你先至騰雞咁樣喺度揾啲掣喺邊噶嘛。咁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就係你要知道死火燈個掣喺邊度啦。最好當然一上車又係穩定啦。咁有咩事突然間你要停低架車啊，咁你都可以好快咁撳到。咁俾多少少 tips 大家啦，可能冇揸開車嘅未必知啦。打死火燈亦都可以解多謝你，而閃燈嘅話咧可以解讓你，又或者有啲司機燥底，代表叫你快啲行。第二樣亦都好重要就係出車正式出發之前，記得校好你嘅坐姿啦。咁我相信好多人可能都喺機場攞車，咁即係話一上車可能你要揸唔短嘅距離，同埋要上高速公路，即係唔可以突然間你話停就停。咁所以校啱一個坐得舒服、坐得安全嘅位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如果你坐得唔好嘅話，除咗你自己坐得唔舒服，好容易攰，有咩事緊急情況起上嚟，你可能會扭唔切軚啊，或者做唔切救車嘅動作。一般嚟講，點為之坐得好、坐得安全呢？係視乎幾個因素。咁當然詳細點樣調教你嘅坐姿呢啲咧，你可以參考翻之前龍 Sir 亦都拍過相關嘅片啊，我唔詳細講。譬如你隻腳係咪會坐得太遠，踩唔盡個 brake， 又或者係你坐得可能太直，好難去發力，又或者如果你坐得太近軚盤嘅話，即係雙手屈得太緊要咧，亦都會影響你扭軚嘅時候嘅幅度。校好晒你坐嗰個位啦，都未完嘅，咁記得校翻好個倒後鏡啦，同埋兩邊嘅側鏡。一般嚟講咧，通常都係建議你鏡咧望到少少車身就夠噶啦。咁但係當你切線嘅時候咧，靠你去望盲點。咁所以下一個點咧要講嘅就係盲點啦。咁雖然我哋成日都笑啦，學車考車嘅時候成日都要你好誇張嘅動作，咁但係事實上喺真實嘅情況之下咧 check 盲點 shoulder check 呢個動作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成套應該係一完整嘅動作嚟嘅，養成嗰個習慣，每一次切線都要做足成套動作，千祈唔好做漏咗呢樣嘢。嗱，就算唔係你要匯入高速公路或者要切線啦，平時可能你要90度角轉入一啲路口，安全起見咧，當然又係做足成套動作啦，因為你永遠唔會知道你側邊會唔會有架單車啊、電單車咁樣攝過，無啦啦有個人行出嚟想過馬路，好多呢啲事發生。同埋有個少少嘅 tips 啦，就係望完盲點之後，記得快啲 focus 翻你前面嘅路，因為你前面架車可能突然之間收慢。咁跟住要講嘅咧就係偷位啦。咁可能平時學車嘅時候，師傅都有教轉彎你要偷位啦。咁但係實際上操作起上嚟就唔
係話真係咁簡單嘅，真係需要多啲經驗。即係譬如你偷幾多位，咩時候偷，呢個係長期揸車即係積累落嚟嘅，對於一啲空間同埋距離嘅判斷。咁當你要轉彎幾排車一齊轉嘅時候，首先你就要留意下你隔離線係咪有啲大車啦。譬如係巴士啊或者大貨車嘅時候，佢哋轉彎往往唔係淨係喺佢自己條線度嘅。咁你有咩可以做呢？其實就盡量唔好同佢同步一齊轉彎啊。咁特別係我喺英國揸車咧，我都留意到，就算唔係大車，佢哋都好慣常會騎線嘅。咁所以都要養成一個習慣，就係自己留意多啲側邊嘅車咯。咁又或者好似頭先所講啊，你要大路轉入一條小路，偷位嘅時候你都要注意，小心睇清楚對面係咪有車走緊埋嚟咧，你無謂嚇親對面架車啊嘛。咁同時間喺你偷位嘅時候，可能後面有架電單車唔耐煩，跟住就好想好快咁過咗你，咁你亦都要小心留意住佢會唔會偷位嘅時候揩到佢咯。咁其實偷位同盲點都有啲相似嘅地方，就係講求你個意識啦。你下意識好自然咁望下隔離有冇車啊，其實已經安全過你淨係自己顧自己咁樣揸車好多噶啦。咁嚟到差唔多中段嘅時候呢，請容許我賣個廣告啦。翻嚟之後呢，仍然有好多好有用嘅一啲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去到最後呢，都要做一個簡單嘅總結，亦都會再俾多幾個 tips 大家嘅。多謝今集嘅廣告商 Surfshark。VPN 除咗可以隱藏 IP、翻牆、保障個人私隱，其實仲有其他好處，例如係用 Cookie Blocker 可以阻擋 Cookies 嘅 pop up， 唔使下下都彈出嚟要你確認撳個 Yes 掣。又例如用 Clean Web 可以 block 廣告，減少惡意軟件、釣魚程式嘅風險，同時提升瀏覽嘅速度。咁而轉換地區亦都明顯啦，令到你可以網購 book 機票酒店嘅時候慳更加多錢。佢哋支援多種唔同嘅裝置，除咗 Windows 同埋 Mac 機、iPhone 同埋 Android， 仲包括譬如係電視機、遊戲機，又或者你可以喺 router 上面設定 VPN 都得。佢哋冇限制連接裝置嘅數量。而家只要用呢一個優惠碼就可以享有特別嘅折扣優惠。佢哋而家仲做緊聖誕嘅特別優惠，只要 join 佢哋 Surfshark One 嘅 package 就會送多你5個月嘅免費使用期限。有興趣記得去下面資訊欄度睇下啦。跟住落嚟第5個點呢，就係講睇 GPS 或者地圖啊、導航啦。千祈唔好笑啊！你揸車嘅時候用導航咧，同你平時用 Google Maps 咧，都真係幾唔同。最理想嘅情況當然係你側邊有個副駕可以幫你揾路，咁但係有時可能你嘅副駕唔識睇導航，又或者你得自己一個人呢，咁就最好做多啲功課啦。咁而重點呢，係要你聽得明導航講嘅嘢，之後0.5個 mile 你要右轉咁樣啦。你一聽到可能你就會好緊張，即係咪呢一個路口右轉定係再下個路口？即係你好難去判斷嗰個距離究竟係幾遠。通常你到真係要轉之前呢，佢會再提多你一次嘅。咁而我自己嘅做法呢，咁可能去一啲未去過嘅地方，我會事先睇 Google Maps 喺街景行一轉先。咁可能有啲路口好難揾嘅，咁你都大約知道。咁有啲人可能會問啦，究竟用車機嘅導航好定係用電話呢？我自己嘅習慣呢，都係 prefer 用電話多啲嘅。咁當然如果你去日本旅行嘅話，可能用 Map 曲係會方便好多，同埋你會覺得嗰個車機個 mon 大啲、易睇啲，視乎你自己個人取向咯。我去旅行揸車嘅時候都會帶埋自己用開嘅電話架嘅，即係少一樣你需要重新熟習嘅嘢咯。咁跟住咧就係想講下左右軚同埋自動波棍波呢樣嘢。咁先講左右軚啦，即係平時如果你喺香港你係揸開右軚，突然如果你要去歐洲啊、台灣嘅話轉咗左軚，其實難唔難適應嘅呢？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其實本身已經冇喺香港揸開車嘅話，其實左軚右軚個分別咧就唔係話十分之大嘅。相反，如果你係有揸開車，你揸揸下可能成日都會覺得哇，左邊點解好似咁近咁樣嘅咧？跟住你就會挨到可能偏右咁去揸啦。又或者你可能去到迴旋處啊，去到路口轉彎，你就會好擔心會唔會行下變咗逆線嘅。咁但係呢樣嘢其實我自己經驗就覺得好快會適應到咯。咁另外第二樣就係自動波同埋棍波啦。好老實講，如果你係喺香港已經少駕駛經驗，根本考車以外都冇揸過嘅，咁我真係唔係太建議你去到歐洲為咗貪平去租架棍波車嘅，除非你係真係好中意車，因為旅行唔係俾你操車嘅地方嚟嘅，你無謂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交通規例又唔一樣，然後你又要多樣嘢嘅習慣，又要摸熟你個記憶字，跟住轉波又驚死火。係啦，咁跟住講到交通嘅唔同規例啦，其實都唔需要講幾咁重要，因為你唔係度度地方嘅規例都同香港一樣噶嘛。好簡單，譬如去日本，你就要睇下究竟原來轉右彎係同香港好唔同嘅，呢啲亦都係關乎到危險同埋你阻唔阻住當地人揸車啦。又例如譬如你去德國旅行啦，佢係規定你原來巴士站日
人哋打死火燈上落客嘅時候，你要慢速先至可以過去嘅。咁又例如去法國揸車，佢係要求你車上面要有酒精測試。我上網睇到原來呢個規定好似已經取消咗，但我又揾唔到 source。咁大家如果知道呢，不妨就話翻俾我聽啦。即係例如係類似呢一啲嘅當地交通規例啦，你永遠想像唔到有啲乜嘢係即係香港冇，當地先至有。咁仲有啲相對比較細，但係最好都要留意嘅嘢，譬如當地嘅車速啊、距離究竟係用公里定係用英里呢？你入到市中心揸汽油車會唔會要交入城費呢？行高速公路、隧道使唔使俾錢呢？要俾錢嘅話係點樣俾呢？係咪要買 pass 定係唔收現金？咁呢一啲亦都係要盡早穩定，咁你準備定。跟住之後呢一點咧就係講停車場啦。咁你去自駕遊揸車冇可能唔停車噶嘛。咁好重要嘅咧就係你穩定究竟停車場你要去嘅景點佢係咪免費泊車呢？係一路都免費定係話一定要消費先至免費？多層停車場究竟佢有冇閘口呢？有閘口嘅話究竟係嘟卡定係要攞飛？跟住入到去啦，你又要清楚究竟佢係點樣俾錢呢？會唔會用 app 俾錢係平啲嘅呢？俾咗錢先定係臨走前先俾呢？咁呢一啲都好關乎你會唔會俾人罰錢噶嘛？譬如英國咁樣，可能有啲公園冬天嘅時候話4-5點已經會閂門噶啦，開門嗰個閘口都閂埋，你係走唔到喎。係啦，咁好快就講咗歸納出嚟，我覺得對大家可能有幫助、有用一啲自駕遊需要留意嘅地方。咁總結就係其實我覺得心態係最緊要嘅，即係可能就咁聽好似好虛或者好 common sense 咁啦。即係好多時候最危險往往唔係可能條路好窄或者人哋亂咁揸車，而係你個心態上面太睇少呢樣嘢。因為車其實係一個可以係殺人武器嚟嘅，咁而考到車牌唔代表你識點樣揸車，可以好安全咁揸車咯。只不過係你可以揸上面路上嘅第一步啫。同埋好重要就係發生突發事情，你當下係點樣去判斷，咁呢樣先係分辨到你係咪可以好安全咁樣揸車。係啦，咁大致就係咁咯。希望大家係啦，自駕遊去旅行玩得開心啲啦。咁特別係冬天揸車要小心啦。仲有好重要嘅幾點就係，咁明知自己經驗唔多嘅就唔好揸咁多長途車，同埋可以嘅話就盡量避免喺市中心攞車啊、還車咁樣啦。同埋好緊要就係行錯咗唔好夾硬嚟，咁咪再兜過再行咯。咁最後冇信心嘅話，自己揾師傅喺香港補個鐘先出發，咁你成件事咪安全安心好多咯。